望灼烧心痕，莫沉沦。念你掌心余温盼黄昏，深爱暮色生根只一瞬，人泪痕。 锦绣国与肃杀国毗邻为敌，仇深似海。肃杀国大皇子凤随哥领军攻伐锦绣边关，镇南关。锦绣国溃败之际，锦绣红衣女将傅一笑射伤凤随哥，一举扭转战局。
凤随哥功败垂成，肃杀大军即刻退兵。殿下，云房带人断后，阻拦锦绣追兵。这些黑刺可不是锦绣，不知道是什么人啊！郭玉，你带殿下先走，我断后。 又来一批！看来这一路上的关隘都有埋伏。平陵之战，锦绣国镇南军击退了凤随哥的肃杀大军，获取大胜。然而就在得胜当晚，镇南军位居首功的红衣女将傅一笑却失踪了。 11夜，我们得慢些回去。前些天给病人用的新药方太猛了，虽然治好了顽疾，人却拉了3天的肚子。我怕他们念叨我，还是躲一躲。人家卖菜买1赠1，我们家小姐倒好，给人看病也买1赠1。好了好了，走吧。11，小11。 有没有见过一个红衣女子？我没有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只是个上山采药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可就没用了。回来！
个郎中，让我看看。不想死的话，就离开这儿。走。姑娘，姑娘，你醒醒！若非夫以孝偷袭我家大皇子，肃杀大军早已踏破这难关。你们锦绣的这帮懦夫，就是要破坏鬼园后面，就是你们本事！是，你们别跑了！镇南军寨逃离被十面而说，就不要山，预备！别吵了！都别吵了！别吵了！正念山庄的规矩，还要我再说一遍吗？这块是你们肃杀国主的亲笔，这块是锦绣圣后的谕令。你们胆敢在此厮杀，就是目无法纪，违抗圣令。打呀！不打了吧？赶紧到里面去疗伤去吧，去晚了。连药渣子可都没了啊！小姐，金伯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慢点，慢点。小姐，这女子伤得怎么这么重啊？秦伯，快别问那么多了，找人把她抬进去，先把热水烧好。好。十一啊，快去准备治外伤的药。三棱针、开创刀，还有桑皮线。我知道了。这一路上所有关隘都有埋伏，看来我不死，他们是不会罢休的。那就索性遂了他们的愿。我虽将大人体内的剑取出，但剑伤太深，伤口一直无法愈合，小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走吧。谢过大人，多谢大人。来，殿下，冯子英死伤如何？冯子英为了掩护大军撤退，伤亡过半。放心吧，殿下，你安排的事我都办妥了。战后赋予锦绣者会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这个人的下落。殿下，你再撑一下，我这就带你回肃杀。我找不到肃杀了，有个地方或许能救我一命。小姐，他不会有事儿吧？笑话，本小姐都亲自出手，还能让他死了不成？快去找块干净的纱布给他包上，记得手脚要轻一点。知道了。
2个人把这里清理了，死掉的兄弟带回去安葬。那傅一笑呢？他还说了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继续走。是。安排御医好生诊治。是，带他下去治伤。禀陛下，平陵一战，我朝已筹备足足2年之久，我方粮草丰厚，军械无数，将士们更是士气高昂。这一战本应该是必胜之举。既是必胜之举，为何会败？臣听闻，平陵之战，我军已破获了镇南关的关门，可在最后时刻，大皇子被敌军将领一箭射落坠马，主帅中箭，军心大乱，这才功败垂成。臣有异议，战场之上本就刀剑无眼，更何况镇南关雄居险山，易守难攻。大皇子只带了区的8000人马，便破开了镇南关的关门，这已经是从未有过的壮举了。可结果是不是败了？陛下，臣以为平陵战败，大皇子难辞其咎。陛下，大皇子身负重伤，他的安危关乎社稷。如今最要紧的就是尽快派人将他安然无恙接回肃杀。此战的败因，等大皇子回京后，亲自给陛下一个交代。叔父，我们肃杀朝中向来一半主和，一半主战。平陵战败，那些主和的大臣们势必会揪着这事不放。叔父方才为何不借机向凤随哥发难？天下的父亲，没有谁愿意听旁人责备自己的儿子。凤随哥是败了，但是他破开了镇南关的关门，虽败犹荣。叔父为何要替他说话？战败的消息现已传遍玉京城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成为百姓们口诛笔伐的对象。陛下也定会对他失望至极的。况且，他身受重伤。此番若能安然无恙归来，自然是他命大。可他若半路上遭遇什么不测，你做了什么？叔父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你想死就去死，别拉上老夫。一笑，一笑，一笑！王爷，王爷，我们已经不眠不休找了几日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一笑呢？山崖下有条河，他定是坠落河中，被冲走了。河的两岸和周边的树林我们都找遍了，他若是还活着，定会留下蛛丝马迹。可眼下，我们始终没找到。住口！
他一定还活着，他一定还活着。扩大范围继续找，就算是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他。是。一星，一星。这都多久了还不醒？不能死了吧？敢质疑家小姐，是不是不想在山庄混了？也许是她伤得太重，我用了五麻散剂量大了些，无妨，不过是多睡几日，至少伤口恢复的还不错，可以拆掉夹板纱布了。五麻散药效未退，强行用力，立即而止，3术之内必倒。我吓懵了。别过来，不要碰我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忘了，那日在林中是你救了我，我看你伤得很重，就将你带回来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正念山庄，专门给人治伤的地方。我是这里的少庄主，我叫林雪影。你我萍水相逢，为何要救我？我是个郎中，治病救人是我的本分。不，我跟你说吧，那日你在林中被人追杀，在那之前应该是从高处跌落过。救你回来的时候啊，你头上有伤，五脏移位，左手筋骨尽断。幸亏你遇到我们家小姐，她为你接骨缝伤，整整花了3天3夜。你这条命可是她耗了半条命才换回来的。再说了，我要是对你不利，干嘛费神费力的救你呢？就，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什么名字？小姐，她不会失忆了吧？那你除了不记得自己叫什么，还能想起什么别的事吗？糟糕，她定是患上了失忆症。失忆症是最难治的。就是，你左肩膀受了箭伤，手不能动。你这伤倒像是被人在5步之内正面射中的。5步之内？没错。我自认见过很多箭伤，但像你这样的我还真是第一次见。按理说这么近且让你毫无防备的，倒像是被相熟的人放了冷箭。算了，先养好伤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你今日动作太大，定是经脉又受伤了。我去找药。不用了，现在用药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能送他去后山药池赌一把。这药池当中竟有天下各种珍稀药材，有关外的番红花，极寒之地的天山雪莲，总之针对各种外伤都有奇效。此丹名为固元散，寻常伤口哪怕溃烂不止、血流不止，服下之后都有奇效。等你泡完药池，把它服下，就算不能让你重连经脉，也不会那么疼了。你可别小看了这一粒药。当初为了炼这药，我们家小姐跑遍了肃杀和锦绣寻药材，前后后花了4年。你若想害我，便不会救我。既如此，这便也不会是毒药。给。怎么可能是毒药啊？你这人也太小心了。
把我们家小姐当什么人？小11，她刚经历了生死，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。行了。这里是正念山庄的禁地，世上知晓此处的人都与我正念山庄与我爹有着很深的交情，都是我正念山庄的朋友。姑娘，你大可放心。把伤口浸泡在药池当中，起初会有些疼痛，片刻之后人会慢慢变得迟钝，陷入昏迷。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眩晕感觉，是药效作用，你别担心。慢点，慢点，殿下。殿下，这是正念山庄的后山，咱们来这儿干嘛呀？我听林庄主说过，正念山庄的后山有一处禁地，内有一塘药池，是治疗外伤的绝佳宝地。这世上真有如此玄妙之地啊！古云，你在外守候，我一人进去。我陪你啊，殿下。你速去找云芳，尽快将旧部呈呈。是，保护好殿下。魏一笑受了重伤，很有可能会来这儿，仔细搜一搜。小姐，小姐，怎么了？不好了！你慢点说。来了好多的官兵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在下正南王府典韦宁妃，敢问姑娘，你是否……你们不请自入，竟还有脸说是军人？我看是强盗还差不多。拿着，我只是想找个人，一个20岁左右，身着红衣、受伤颇重的姑娘。你到底有没有见到？走。是。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呀？快住手！住手！我们是小姑娘兄弟。什么一小姑娘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别装了，她肯定在这儿。她受伤了，伤势不重。你给我撒开！别动手！我是他兄弟，我是来接他回家的。兄弟？对。这世间大多是背信弃义之徒，表面诚心到底，背后暗箭伤人。你在说什么呀？别说我没见过什么受伤的姑娘，就算她在我这里，你们这种做派，我绝对不会把人交出来的。
在下多有冒犯，姑娘莫怪。我与林庄主乃是旧友，今日借他宝地一用，他日定会向他当面解释。你还未回答，你是谁？报告您两位，说，没找到，搜了，药房也没有，搜过了，也没找到。你们搜仔细了吗？都搜了，确实没有。肃杀与锦绣征战多年，早已在山庄立下不动武的规矩。我们正殿山庄虽然不是什么豪强做事，但这里却是治病救人的地方。你们锦绣有多少条人命是我们救的？你们自己数得清吗？今日你们强闯我山庄，还让我动手，我定要讨个说法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！一秀怎么会不在这儿？我再搜一次。林飞，告辞。魏然，一秀他就在这儿。一香，你要在的话就应一声。一香，你回答我。哎呀，你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一秀他就在这儿，你相信我。魏然，别拉我。一香，相信我，魏然。醒醒，要死别死在这儿。哎，小姐，那个姑娘在药池那么久，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了。伤势应该有所好转，等下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哦。玉！我认得这个人，他是肃杀大皇子的手下。这肃杀大皇子的手下都如此蛮不讲理。那个姑娘不会有危险吧？小姐，你为何如此害怕那个肃杀大皇子？你记住，正殿山庄的规矩管得了天下，唯独管不了他。你身上有我的画像。傅一笑，原来我叫傅一笑。受伤了。你是谁？你不知道我是谁？他当真不记得？你很怕我？为什么怕我？我是你的敌人。
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怕你？我找你找了好久。我方才晕倒的时候，是你救了我吗？你还未回答我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的朋友，凤随哥。凤随哥。他对凤随哥这个名字的无动于衷，他果然失忆了。怎么了你？你知道我身上的伤怎么来的吗？为了救你，我差点连命都没了，还问我是谁？我有可能是你的敌人吗？你为何会受伤？与我又有何干系？这件事情说来话长，你能不能先去帮我倒碗水喝？别转移话题。傅一笑，你敢骗我？古雨，你快看看这是谁！我们终于找到一笑了。别紧张，我说了，我们不是敌人，你相信我。古雨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兔子处理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一笑，咱们要好好庆祝一下。你也看见了，这外面都是我的人。我们要是敌人，我早就一声令下让他们冲进来了。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朋友，那你定然知道，何人与我有仇，又是何人要杀我。其实自你失踪以后，我也一直在猜想凶手究竟是何人。毕竟有能力杀案的人屈指可数。都是谁？地下集训，速至正殿山庄支援！撤！胡鱼知道你不喜欢血腥味儿，每次收拾都会给你多洗几遍。说正事。你可还记得，半个月前肃杀与锦绣平陵一战？这与谁要杀我有何关系？当然有关。你是锦绣女将，更是那场大战的功臣。平陵一战，若非你一剑将那肃杀大皇子射落马下，现在锦绣镇南关恐怕早就被肃杀攻下来了。那他死了吗？侥幸，差1寸就死了。那要杀我的人，便是他了。是他来找我寻仇的。原来是他呀！被我一箭射落，看来他也不怎么样。那倒不一定，他其实还有一个称号——肃杀杀神，这名号威震天下。他一个大皇子想要杀我，又何必亲自动手？你不了解他，他这个人向来是有仇必报的。你很了解他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凤随哥。副都尉。若不做到万无一失，我又岂敢轻易对你动手啊！卑鄙！
下斜阳做我的心脏，对着天地做我的翅膀。若命运不仁，也莫怪我轻狂。以为此生如孤帆流浪，却恰逢你与烽烟长相。仿若一阵昙花落我眼眶。我曾如霜剑，幽光斩尽沙场，为了被谁安放。曾锐不可当，今却被你牵肠，朝思暮想。我今却烟已荡漾，融开冰霜，漫在心上。你眉心的光，是我最偏爱的那一种盛放。我成全尽可原谅，天远路长，你在身旁，就不算跌倒，就能含泪将我不忘，不忘。我情却烟已荡漾，融开冰霜，漫在心上。你眉心的光，是我最偏爱的那一种盛放。我成全尽可原谅，天远路长，你在身旁，就不算跌倒，就能含泪将我不忘，不我成全